昨天更新了个热补丁，加强了海克斯霸王龙以及先锋的这个炮台的攻击力，然后就是加强了这2个新装备啊，焚天和星石。焚天便宜了100块，星石加了5点攻击力啊，现在一个装备提供60攻击力。然后还有这个新附魔啊，就是狗都不愿意出的贪欲九头蛇啊，加强了，但是感觉吧就那样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灵能投射器，它跟大帽可以同时出了。虽然说被动啊转化4%砍成了3%，但是它可以和大帽同时出，所以很多人就脑测啊吸血鬼无敌了。因为吸血鬼的被动啊就是血量转法强，法强呢转血量。要是再来个这种装备，对吧？配合大帽，那么吸血鬼的法强和生命值都会特别高。但是啊，这仅是脑测。经过昨晚我的实战啊，这个装备啊并不能让吸血鬼变成 T0。就怎么说呢？这个装备的话，吸血鬼能出吗？可以出，但是最好后面出，前3件出没有任何价值。我也在训练营试了，前3件出它没什么用，最好是第4件啊或者最后一件出。而且当敌方阵容啊盾很多，也有回血的时候，我们甚至都不能去出破盾和重伤。然后新版本的吸血鬼出装啊，我个人的话是喜欢法穿鞋、星界大帽和法爆作为前3件。第1件做法爆的话 CD 不够，一出破败效果之后呢，法爆的伤害也不高，所以我才出这个星界，有 CD 跑得快啊，可以发育。等第2件做完帽子之后呢，我们鞋子、附魔推推棒，然后第3件再接法爆。我试了好几次啊，第3件出这个灵能投射器，但是伤害的话跟法爆没法比，打一套啊大招第2段伤害总是差一点，所以吸血鬼啊是绑定法爆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啊考虑后2件做灵能投射器。首先我们看这个装备的被动啊，这个转换30%的法强啊，我们都知道，它这个被动啊是你挨打的时候呢会获得护盾，但因为吸血鬼是远程，只有60%，所以这个盾很薄，再加上它比较贵啊，比法爆还贵，所以前3件出啊没有一点性价比。但是对面的阵容啊不会同时出现有盾、有大量回复的英雄，那么你就能控出这个重伤和海灵之戟，在后面做出这个装备。大后期最后一件出这个装备的吸血鬼，生命值能上3600，也是唯一啊除了杀人书叠满之外，能让吸血鬼法强上800的装备。所以这个装备啊一定要后面出，你中期用它代替法爆的话，老是缺伤害，并且这个盾很少啊，几乎也没什么容错。像这把我就是第3件出了这个投射器啊，但是效果的话并不好，因为吸血鬼这个英雄啊就得打一套，你中期不做法爆的话那很难受的。2段大招爆完之后呢，对面总是剩1/4血能跑掉，所以就是需要法爆的被动让这个伤害提升一下，正好爆死。其实这一把前期开局挺顺的，我们家这个盲僧和青钢影啊玩的特别好，听弹幕说啊是2个国1双排的，已经大师29星了。但是因为下路啊是情侣啊，这个猫的话只跟卡莎，除了先锋那一波啊盲僧打字让猫跟他，到后面的话就不听话了，愣是跟着卡莎啊把顺风局搞成逆风局，然后拖到后期必须让卡莎乱杀才能赢。很多情侣都这样，老公不乱杀赢了也没意思。你问卡莎 C 了没啊？他确实 C 了，但是这把没有必要拖的，跟着盲僧节奏早赢了。这个时候啊盲僧在麦里啊问候他了，然后我也纳闷啊，他明明还活着为什么不过来？就是盲僧进对面野区，他们2人不跟吃线，我在后面切人他也不跟，为什么？就是故意的，知道吗？拖到逆风，然后后期呢自己带着猫啊带着他老婆，2个人打5个，看起来很帅。说实话这把幸好有青钢影，这把能赢全靠青钢影。说实话都说青钢影啊需要加强，但是对吧，通过这一把我发现会玩的青钢影确实猛，就是单带啊把对面带的玩不了，剑魔一个人去管不住啊，截去的话也没用，就得3个人啊去抓他，然后趁机我们就拿龙。所以青钢影啊幽默归幽默，但是这个机制太完美了，也就国服前10能发挥出来。这边我看准机会啊冲上去打了一套，我们进去把技能全打出来了啊，这个时候的话老公要发力了。其实这一波啊我第3件做的是法爆啊，最起码能杀1个，所以要记住了啊，这个投射器前3件不要出，知道吧？最好是最后1件出，就等神装啊满级再加叠满的风暴聚集，800多的法强，3700的血量，这个时候的吸血鬼啊才是真正的无敌。并且这个版本啊一般来说都是往后拖的，所以吸血鬼不管怎么死啊，只要拖到后期他的伤害你就是看不懂。然后老公满血回家了啊，我来拿这个远古龙。然后这里我踩了个夹子啊，盲僧被开了，我们从这边的话上不去啊，但这个时候上路已经打起来了，我只能闪上去啊打伤害。我刚放完大招啊准备1W 的，结果情侣一个大招给我打断了。说实话这个版本的软辅我感觉又变强了，很多硬辅的胜率啊连绝活哥都撑不起来了，尤其是露露啊，我相信这个版本啊玩战士和刺客的最讨厌的英雄啊可能不是猫啊，一定是露露。尤其是我玩瑞文，妈呀大顺风的瑞文被露露给我单防了，我切他 AD 啊他给我变羊给大招，我要是切他吧，这个版本的软辅出售照样能给 AD 提供护盾和增益，所以就完全没有办法，只能生气的啊朝女警嘬一口。然后后面的话老公发力了，带着我们仨啊坐了20分钟的牢，
他就是为了装着最后一波的逼。我们3个就是陪衬，知道吗？小情侣必上青铜，2个人甜甜蜜蜜的，不管其他人。看似这把他后期 C 了，但石子啊本来就能赢的局，他非得拖后期。